在中国呢，夏天可以靠空调和西瓜续命这种日常，在法国居然成了奢望。6月底呢，法国出现超高温热浪，巴黎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西南部皮索斯测得了44.3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温。整个法国超过5000万人处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中，学校停课，医院手术取消，55人因为高温下水溺亡。在这个工业科技发达的国家，到现在还有3/4的家庭没有空调。一台空调为什么会让法国难以承受？大家好，我是谢飞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据法国气象局呢数据统计，6月23号呢创下了单日最高温后呢，第二天全国的日均温升至了这个30摄氏度。2天内呢，连续2次打破了6月最高纪录。54个省份呢发出这个红色预警，超过了1350所学校停课。那么波尔多的一家医院的病房内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急诊室没有空调，手术被取消，产妇家属只好自己租来便携空调扛到这个病房。民众的第一反应是抢空调。家乐福呢，在6月22号呢，一天内就卖出了3万台的空调和电扇。亚马逊法国站的这个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但是抢空调只是第一步，安装上才是问题。在法国呢，买一台这个分体式的空调，全部费用为1850到3900欧元，人工费呢是空调费用的3到4倍。旺季预约安装要等到4到8周。很多人过了夏天，空调还没装好呢。巴黎有60%的住宅呢是19世纪这个奥斯曼风格的石砌的建筑，法律禁止在外立面安装空调外机。公寓装这个空调要经过业主大会投票同意，一个邻居反对，那就彻底泡汤了。历史保护街区私自安装外机，最高罚款可达到30万欧元。其实呢，法国人遇到的不是这个买不买得起的问题啊，而经济成本、建筑法规这个审批流程3道坎儿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以前呢，法国位于这个高纬度地区，夏天呢不会持续很久，厚实墙和百叶窗足以应对了。很多朋友这个过去去欧洲都说夏天挺凉快的，到晚上你得穿个外套，要不冷。结果呢，现在气候变了，整个欧洲呢上升了2.4摄氏度，极端热浪由偶发就变为了常态，老办法已经不管用了。那法国的各党派围绕该不该普及空调，那吵的是不可开交。这个议题已经正式绑定2027年4月的总统大选。国民联盟呢将空调塑造成了这个贫富分化的象征，有钱人家里边凉飕飕的，普通人在酷暑当中熬命。该党呢提出了这个400亿欧元的全国冷气计划，那其中200亿欧元用于给这个公共场合安装空调，另外呢200亿欧元呢以这种无息贷款的形式补贴给家庭。但是该党领导人勒庞呢，在2025年3月被判处挪用公款罪，5年内不得参选所以呢，该计划能否实施存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左翼和绿党那都坚决反对。极左翼党首这个梅朗雄就说了，说到处装空调只会使损害更大。绿党领袖呢，通德利尔就嘲讽国民联盟多年来否认气候变暖，现在却拿空调开涮。他们的逻辑是，空调外机呢排热就会加大城市的热岛效应，形成一个越热越开、越开越热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那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对建筑进行隔热翻新，增加城市绿化。这场争论当中呢，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是，有网友呢发现生态转型署官员呢在电视上大谈这个空调使得气候变暖，镜头一转，人家自个儿的办公楼实现了空调自由。实际上呢，法国气候学家热梅内呢已经指出了，法国的核电呢占到了70%，电力系统呢基本实现脱碳，空调碳排放的影响很小，健康收益远大于环境的成本。2003年的法国热浪导致了大约1.48万人死亡。23年过去了，同样的高温再来，这个国家还是没有做好准备。那法国人呢还在吵，中国企业已经动手了。
针对欧洲老建筑不能打孔、安装费用比空调还高的这些问题，中国厂商推出了移动分体式空调，就是不打孔，不用专业安装，室外机呢放在阳台或者窗台上就可以，避开了建筑保护法规。你看中国企业是吧，还是很聪明的。据海关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额呢是37.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3.2%，创历史新高。移动空调出口增长呢超过了70%，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出口额都翻了一番。德法澳多地的门店全部断货，有的消费者开车200公里抢最后一台，二手价格呢炒到了原价2倍以上。目前呢，欧洲呢将近90%的家用空调那都是中国生产的，广东工厂正在用中欧班列加急补货。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认为说，2026年夏天会是法国未来几十年里最热的一个夏天，热浪呢常态化已成定局。欧洲空调市场呢由这个零星的需求转为了这种结构性的爆发。那对中国制造而言，这不再是一个短期的行情，而是一种长期的增量市场的这么一个起点。那么法国空调难题呢，表面上是经济和建筑问题，底层呢却是制度惯性和政治内耗。气候变了，高温呢一年比一年猛，但是建筑法规、能源政策还在不需要空调的这个旧框架里。左右两派呢，把民生议题呢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环保理想和民众健康呢就被人为的对立起来，双方都不肯让步，老百姓呢仍在40度的房间里硬撑。好，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点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